一覺醒來被罵慘了，打開評論區好多罵我的。我說我月薪1000塊錢，很多人說我吹牛。剛剛我去問了一下我朋友，他在幼兒園當老師的，第1個月的工資800塊錢。我先說一下啊，我是生活在山西的一個非常小的一個小縣城。最近在中国社交平台上，越来越多網友对着鏡頭訴苦，說自己找不到工作，收入下降，以及對未來生活的焦慮。這些人中，既有剛畢業的年輕人，也有被裁員的中年人，甚至還包括不少程序員、白領等職場人士。不少網友在視頻中提到，他們每月工資只有1000元人民幣，這樣的收入水平讓人感覺仿佛回到了30年前。有人算過這筆賬，1個月1000元，平均每天只有33元，這點錢只能勉強維持最基本的吃飯開支，幾乎沒有任何餘地去負擔房租、交通、醫療等生活成本，更不用說存錢或規劃未來。一些網友感嘆，找不到工作並不可怕，更可怕的是找到了工作卻依然難以維持基本生活。我想問一下，現在大家都這麼有錢了嗎？我說我1個月工資1000塊錢，沒有人相信。很多評論區質疑我，他說你就在這兒吹吧，啥年代了，你1個月1000塊錢。我想說，我們貧富差距真的這麼大嗎？1000塊錢的工資很奇怪嗎？我不知道大家是生活在哪裡，我生活在山西的一個18線的小縣城，我们這個縣城很小，到處都是1000多的工作呀。很多時候什麼所謂的國企、繳納五險一金的這些單位、事業單位，他到處的工資就是1000多呀。全網應該沒有比我工資最低的，我12月份的工資是1186。有的時候我自己都不明白，我在做這份工作的意義是什麼呢？現在的時間是9點10分，今天是15號，然後我們發了12月份的工資，然後我12月份的工資你們絕對猜不到是多少錢。我覺得全網應該沒有比我工資最低的，我12月份的工資是1186。哦，我說了自己都想笑。這位博主一直以為東北2-3千元的工資在全中國應該已經算是最低的了，直到有一次他和姐姐一起去雲南旅遊，才發現情況並非如此。有一次他們在普洱一家賓館辦理入住時，他和前台聊了起來，這才得知當地的工資水平竟然比東北還要低。我說那1個月開多少錢工資？他說1900，當時我都愣了，1900的工資，現在都什麼時代了，還有1900的工資？上24休24，這24小時你得吃3頓飯吧？你就算都點外賣，1頓外賣平均15塊錢，一天也得45了吧？然後刨掉這個1個月吃的錢，還剩什麼錢呀？沒得剩了已經。博主忍不住問前台，你們這裡的工資怎麼這麼低？前台笑着說，當地大多數人也就掙2000多元，而他這份工作相对輕鬆一些，每月1900元已經算是不錯的了。博主聽了很吃驚。我是農村留不住人，我們這個18線的小城市也留不住人啊！你一算賬就知道了。我們一家4口今年夠了節省了，我上面都沒有記買衣服的錢。我們今年我們4個人買衣服，沒有超過300塊錢啊！就這麼節省，1個月還要將近6000塊錢，你才夠吃夠喝的。你就是去了房貸1600，還要將近5000塊錢才夠用了。你知道我們這裡工資多低吧？啊，2-3千啊，3千5000都算是高的。我還是往好了說呢，還有的扣完保險之後開1500、1800啊，1500、1800的工資你能信啊？你敢想怎麼養活一家人呀？现在的工資真的是低到離譜，真的連10年前都不如。我前幾天去應聘一個工作，其實當時都4崗，什麼都好，還是做蛋糕嘛。他只是講了一個區間，然後呢，現在跟我說3800 1個月。不瞞你們說，我10年前我就開4000塊錢1個月了，而且包吃包住，管2頓飯，除了早飯不管，其他都管。現在呢，他管1頓飯，也不包吃也不包住，算包吃1頓，然後不包住，才3800。我的天吶，關鍵是現在的物價和10年前的物價不是一種物價，好不好？在上海的211研究生
當了老師也被降薪了。我從河南農村一路拼了10年，才考上了上海的211本碩。畢業時放棄外企的高薪，一頭扎進了高校。我曾經以為這裡是象牙塔，足夠的安穩。過年回老家時，就聽說在縣城當公務員的朋友，工資幾乎對半砍。沒想到高校裡面也很快就有了動靜。原本計劃這2年攢錢買房，但是目前這個形勢太不穩定了，感覺連一點抵禦風險的底氣都沒有。在現在這個年頭，能有工作已經很不錯了。與此同時，提高自己的能力才是正道。但我最近找工作，我才發现，好像每個人生活的都挺難的。我有一個朋友，他1個月3000塊錢，但是要從早上8點到晚上8點，12個小時。我覺得要是我都做不到。我還有一個妹妹，就是她在社區工作，1個月2000塊錢。我一想，能夠花嗎？就算再節省。可是她昨天跟我說，他們已經半年沒有開下工資了，又不敢辭職。就是，哇，我真的覺得現在每個人都挺難的，挺不容易的。咋整？可咋整？我发现我现在的口头禅就是咋整。為什麼現在打工人被壓榨成這樣，你不集體罷工抵制廉價勞動力呢？原因很簡單，因為總有人願意以更低的價格去出賣自己的勞動力。同樣一份工作，你3000幹不了，總有人2500他能幹，再不行2000有人幹。企業就是在不斷的試探我們打工人的底線。還是那句話，你不幹，有的是人幹。10年前在廠裡打螺絲，一天8小時，咱們到手就有5000塊。現在每天12個小時2班倒，工資卻沒有以前高，甚至連5000塊錢都拿不到。就算是這樣，工廠依舊每天都能夠招到人，工資沒有最低，只有更低。大家是沒有見過底層社會嗎？就在我們這兒，一個男的1個月掙5000塊錢，已經算得上是一個中等偏上的工資了，而且還是在只有5險沒有1金的情況下。當然也有掙得多的，那是人家非常優秀，對吧？人家有一項技術。就大家普遍的工資水平都是1個月4、5千，女的的話也就是1個月3000，而且你想要個5險還比較困難。我一個普通1本畢業的大學生，每個月工資到手的話是3600，然後再給交5險1金。就我這個水平出去說，別人都覺得老厲害了，老羨慕了。我這刷視頻刷的這家伙，人均工資1、2萬，00後工作幾年之後存款6位數。我的媽呀，人與人差距這麼大嗎？我們打工人為什麼工資一直這麼低，甚至越來越低？首先，我們的工會不給力。我經常刷到國外一些工会組織工人罷工，去和企業談加薪，要各種福利的視頻。而我們這邊工會從來沒有動靜，導致了我們國內的企業佔據了話語權和主導權。企業一步步的試探着我們打工人的底線，今天加產量，明天伙食變差，後天減少績效和獎金。而且很多企業的小領導很喜歡找理由找借口來扣我們的錢。你們知道為什麼咱們工資待遇上不去嗎？我看了一個新聞，一個當媽的說，閨女在家裡洗碗一次給5元，而且已經洗了大半年了。突然有一天，小兒子悄悄地說，洗一次碗只需要3塊錢，讓媽媽把姐姐給吃了。這下子把當媽的給為難了，不知道怎麼跟姐姐說，所以在網上發帖求助。很快有一位資本家出了一個完美的方案，他建議私下跟姐姐說，弟弟表示2元錢就願意洗碗，但因為考慮姐姐是老員工了，所以更傾向於繼續用姐姐，他需要給姐姐重新降薪，只能拿到3元錢。博主認為這樣做不僅能把姐姐的工資壓低，還能形成競爭，讓姐姐幹活更加賣力。公司裡其實也是同樣的道理，如果有人嫌工資低，總會有人願意以更低的薪酬接下這份工作，結果就使得工資越壓越低。你們2月份工資都發了嗎？我在昨天剛剛發了3038塊3毛4。我剛剛刷到一個視頻，就是問2月份工資發了沒有，然後底下清一色的評論都是工資幾個 W 的，甚至有些人在那說，哎，我2月份就上了幾天的班，然後曬出來的工資都是幾 W。我在想，現在這些人工資都這麼高了嗎？我也想知道一下，在我評論區裡面出現的工資都是多少？我想知道我的友友們是不是跟我一樣，是一個普通再普通不過的一個普通人啊？
咱们就都接地气一点，不要整一些花里胡哨的，都说一些实話，行不行？我一個月工資2700，我老公3000多，我們倆一個月的收入是在6000多，然後還能還房貸，每個月還能存一點，還能養家養孩子。就那條視頻發了之後，很多朋友就很質疑，這是怎麼做到的？然後哪裡工資這麼低？你老公工資這麼低，你都不嫌棄他嗎？我先說一下，我們是出生在農村，然後經過2代人的努力，才在這麼一個小的縣城裡邊買了一套小房子，每個月的房貸是1500。就是我老公他就是負責房貸，然後除掉他自己的生活花銷，剩下的錢會存起來。但是我每個月2700的工資基本上都用來做生活開銷了，其實生活花銷是很低的。今天我發工資了，發的是10月份的工資，上個月請假了3天，扣完五險一金到手3091。上個月工資特別低，交完800多的房租，只能存1000了。你們覺得我這個工資水平怎麼樣？因為公司淡季，我已經連續3個月都是3000多了。為了多存一點錢，只能每天下班回家自己做飯。今晚發工資，自己回家煮了麵條吃。我真的特別喜歡吃掛麵。廣西一位30歲左右的年輕人小李告訴海外媒體，如今許多人對未來都失去了信心。他說他有個朋友最近一直為前途發愁。2019年那會兒，大家誰都不怕失業，也不擔心找不到工作。可現在完全不一樣了，他的朋友焦慮得不得了。公司裡的同事也一樣，人人都怕被裁掉，怕被優化，所以拼命加班。小李說，他朋友周末幾乎從不休息。公司雖然沒有強制加班，但因為這家公司算是少數生意還不錯的企業，大家都主動留下來加班。這位朋友忙得身心俱疲，同事們也差不多，有的人甚至加班到凌晨，半年幾乎沒有休息過。之所以這麼拼命，無非是因為害怕失去這份難得的工作。他身邊有不少同學至今找不到工作，因此能有一份穩定收入已經非常不容易。所以他只能咬牙苦撐，不敢鬆懈。一條新聞曾引發輿論關注，一位擁有劍橋大學碩士學位、本科出身國內985名校的高材生周君君，在北京應聘一份小學英語網課老師的工作時，竟然被刷了下來。據中國新聞週刊報道，去年12月下旬，周君君為爭取到這個崗位，自費從老家飛往北京，參加了為期3天，從早9點到晚9點的高強度培訓。第4天進行最終面試，以試講形式展開。與他一同進入最終面試的共有8人，其中學歷最高的是一位北京大學博士生。最終8人中只有2人獲得錄用通知。此前他曾因缺乏實習經歷被網際網絡大廠拒絕。秋招前，他原本想教培行業視為保底選擇，卻依然未能如願。微博知名博主 Svenson 對此分析道，公眾習慣性地將找不到工作歸咎於學生不夠優秀或學歷不應，這完全是誤判。回溯到教培行業鼎盛的2018年，具備這種學歷背景的人才絕不可能在教培市場落選。過去，教培、房地產和文旅行業如同3個巨大的就業蓄水池，不論專業，只要是名校生都能在此獲得不錯的待遇和兜底。然而，隨着行業結構的巨變，這些蓄水池相繼枯竭。博主感嘆，過去的求職經驗已徹底失效，市場上已經沒有容納這些優秀學子的位置了。好的，今天就跟大家聊到這裡，請記得點讚、訂閱、留言，並且分享給您的朋友。感謝您的支持，我們下期節目再見。